你是否曾感受过天蝎座无声的怒火？那不是暴跳如雷的争吵，也不是歇斯底里的哭闹，而是一种更令人窒息的氛围。是那冰冷的凝视，仿佛能穿透你的灵魂；是那突然的疏远，好像你们之间隔了一整个星系。那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让你怀疑是不是自己想多了。但相信我，这从来都不是你的错觉，这是他们独有的气场，一个正在酝酿的风暴。嗨，我是苏晴。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我总喜欢观察人与人之间那些奇妙的化学反应。而我发现，在所有星座里，天蝎座的情感模式最像一部深刻的文艺电影，值得我们一起慢慢品读。今天，我们就要一起走进天蝎座的内心世界，揭示那些你绝不能背叛他们的理由。而且，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看到最后，特别是第8个理由，它将揭示天蝎座一个不为人知的面向，一个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谈论的秘密。很多人会问，当你打破天蝎座的信任时，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总以为会是一场激烈的冲突，一场戏剧性的爆发，但真相远比那更复杂，也更冷酷。这不仅仅是愤怒，这是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一门关于后果的艺术。它分为几个章节：察觉、记录、策划与最终的执行。第1章，我们来聊聊天蝎座是如何察觉背叛的。他们甚至不需要证据，因为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内建了3套极其强大的被动感应系统。第1套是他们的情感记忆库。天蝎座的大脑就像一台老式的情绪录影机，它记录的不是冰冷的事件，而是温热的感觉。他们可能不记得你那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但他们会永远记得，当你说话时，你声音里那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他们会记得你眼神闪躲时，房间光线的温度。这些夹杂着情绪的瞬间会被永久地封存在他们的记忆里，时间无法冲淡它们，只会让他们的细节愈发锐利清晰。第2套系统是他们致命的观察力。天蝎座是天生的情报搜集者，尤其在他们爱的人面前。当大家都在高谈阔论时，他们往往是那个最沉默的人。但就在这份沉默中，他们早已看穿了你笑容里的伪装，听懂了你话语中的矛盾。他们比你更了解你的渴望，也比你更清楚你的软肋。在你意识到之前，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关于你的公开与未公开的情报。就像我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女孩的伴侣出差回来，她随口问了一句：“昨晚过得怎么样？”男生笑着回答：“就跟同事们一起吃饭呢，很早就回饭店了。”一切听起来都天衣无缝，但天蝎座的他却在那句回答里听到了一个0.1秒的不该有的停顿。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像往常一样微笑，但那个微小的银格已经被永久的存档了。几周后，当男生出轨的证据浮出水面，他只是平静地说：“其实从你上次回答我时那个不该有的停顿开始，我就知道了。”这就引出了他们的第3套，也是最令人敬畏的系统，他们剃刀般锋利的直觉。这几乎是一种超能力，他们不需要逻辑推理，他们能直接感觉到真相。你的能量场一有变化，你的情绪频率稍有不对，就像在他们心灵的雷达上亮起了一个刺眼的红点。谎言还在你的喉咙里盘旋，他们的心里早已警铃大作。说到这里，我想问问你，你身边有这样观察力敏锐到让你头皮发麻的天蝎座吗？或者你自己就是？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个不透露隐私的小故事，让我们看看天蝎座的雷达到底有多灵敏。好，当天蝎座透过这3套系统确认了背叛的事实，你以为暴风雨就要来了吗？
不，风暴来临前是最可怕的宁静，这就是第2章风暴前的宁静。他们不会立刻行动，他们会做2件事：沉默和隐藏底牌。首先是沉默的惩罚，天蝎座会在你和他们之间筑起一堵冰冷但无形的墙。你会发现他们的讯息变少了，语气变淡了，眼神里那种曾经能把你融化的温度也消失了。这不是逃避，更不是懦弱，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惩罚。这种承诺在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告诉你，你已经不配再消耗我的任何一丝能量了。他们把你丢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让你独自面对无尽的猜测和自我怀疑。这份煎熬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磨人。与此同时，他们在隐藏底牌。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好像没什么反应，是不是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你是不是侥幸过关了？那是因为他们想让你这么以为。真正的天蝎座从不轻易亮出底牌，他们会在暗中继续观察，继续搜集资讯，像一个棋手，冷静地计算着每一步的得失，等待一个最完美的时机。他们到底在等什么？这就带我们进入了最核心的第3章，优雅的制裁。当时机成熟，当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制裁将会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临。但请记住，这不是一场混乱的情绪化的报复，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艺术表演。他们追求的是复仇的艺术。对天蝎座来说，复仇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单纯的为了伤害你，而是为了平衡，是为了恢复那个被你的背叛所打破的宇宙秩序。所以他们的行动会极其精准，他们要让你清清楚楚地明白，你今天为何会受伤，你当初到底错在哪里。这不是一次性的伤害，而是一个将会伴随你终身的教训。这份教训通常是以一种优雅的毁灭来呈现的。他们不会用自己不耻的方式去攻击你，相反，他们会运用你曾暴露给他们的弱点，你最深的恐惧，你最在意的事物，来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式的精准回击。就像我听过的一个职场故事，一个年轻的设计师 A 在一次深夜谈心中，满怀信任地将自己构思已久的绝妙创意分享给了他视为挚友的同事 B。不久后 ，B 靠着这个创意获得了公司的破格提拔。A 知道了，但他没有去吵，没有去闹，他像往常一样工作生活，只是变得更加沉默。几个月后，公司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海外项目，需要选拔负责人。B 志在必得。在最后的公开汇报上，身为评委之一的 A， 在 B 激情澎湃地讲完那个创意后，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他只是微笑着问了3个看似简单却直指核心的问题。这个创意的灵感原点是什么？它的第2个视觉陷阱是为了处理什么心理矛盾？如果放弃这个核心元素，你认为它的灵魂会变成什么？全场一片寂静。B 站在台上，额头冒汗，张口结舌，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因为他只偷走了皮囊，却从未理解过灵魂。最终 B 不是被 A 打败的，他是在全公司高层面前被自己的无知和盗窃行为本身公开处刑。这就是天蝎座的风格，没有一声叫嚣，却足以让你建立的一切无力回天。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正义的执行。他们曾经毫无保留地接纳过你所有的不完美，你所有的阴暗面，他们甚至拥抱过你的脆弱与不堪，而你却用他们给予你的这份信任，从背后给了他们一刀。那么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你曾经藏在阴影里的那些东西，轻轻的、优雅的拖到阳光之下，让你亲自面对。这就在他们看来不是残忍，而是宇宙的公平。说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背叛天蝎座最可怕的代价就是面对这样一场无可避免的制裁。但回到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神秘的第8个理由，你会发现真正的代价远比这更令人心碎。这就是我们的第4章，你将永远失去的那份无法复刻的生命强度。为什么失去一个天蝎座会让人如此痛苦？因为他们是唯一能唤醒你内心最激烈情感的星座。与天蝎座的连结是深刻的、极致的，甚至是令人沉溺的。他们有能力让你感受到比你过往一生所经历的任何事都更强烈的爱、更极致的欲望以及更深刻的痛苦。当你被一个天蝎座深爱时，你会感觉整个世界都缩小到只剩下你们2个人，所有的颜色都变得更加鲜艳，所有的音乐都更加动人，每一次对视都像一场灵魂的深度对白。他们唤醒了你内心最原始的、充满力量的，甚至是你自己都还没准备好去面对的那一部分。然而，这份强烈的连结是一把双面刃。当你选择背叛，你斩断的不仅仅是这段关系，你亲手关闭了那个通往极致情感的大门。在那之后，你就像一个刚从 IMAX 影院走出来的人，突然回到了灰蒙蒙的现实世界。太阳还在那里，但你感觉不到它的温度；食物依然有味道，但你尝不出其中的层次与惊喜。其他的一切都变得平淡乏味，索然无味。你失去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你失去的是那个曾经能感受到极致色彩的、活得淋漓尽致的自己。这是一种再也无法被复制的生命强度，这才是背叛天蝎座最沉重的永恒的代价。那么，故事的最后，被背叛的天蝎座，他们自己又会变成什么样呢？这就是我们的终章——凤凰的离去。这场背叛的最终结局由2件事构成。第一是凤凰重生。你以为你的背叛摧毁了他们吗？错了，痛苦不会削弱天蝎座，反而会为他们注入燃料。每一次深刻的伤害都像一场烈火，将他们燃烧殆尽。但他们不会就此消逝，他们会从灰烬之中重新站起来，成为一只更强大的、更睿智的、羽翼更丰满的凤凰。他们的眼神会更锐利，内心会更坚定，也更难以被触及。所以你没有摧毁他们，你只是亲手创造了一个你再也高攀不起的更强大的版本。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规则，他们永不回头。天蝎座的忠诚是100%不打折扣的，但他们的离去也是绝对的、不可逆转的。一旦那扇信任的大门被你亲手关上，它就会永远的锁死，没有第2次机会，没有挽回的余地，没有我们还能做朋友的可能。他们的缺席是永久的，这不是一种姿态，这是他们刻在灵魂里的定律。关于天蝎座，你还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在留言区告诉我吧。如果喜欢这类深入人心的故事，别忘了点个关注。我是苏晴，期待在下个故事里与你再次相遇。